10年了，终于回到天上了。海外仙山的10年求道，竟让我对故土如此陌生。这卷上古炼器总纲，便是我此行最大的收获。天圣出力，炼器一道百废待兴，我定能用它有所作为。这位道友可是从海外仙山归乡的王志成修士？请问可是阁下？正是在下。不知道友如何称呼？我是炼器总司的接引弟子，一路辛苦了。多谢道友关心。不知如今天圣王朝局势如何？天圣王朝刚刚建立不久，百废待兴，尊上励精图治，天下逐渐安定。那天圣王朝炼器一道的情况呢？唉，炼器一道更是困难重重。前朝末年战乱不断，许多珍贵的炼器法门都失传了。果然如我所料，这正是我大展身手的好机会。如今前线战事吃紧，对兵甲法器的需求量极大，可我们的产量却一直上不去。那天圣王朝的兵甲方现在都面临哪些难题？主要是神兵炼制速度慢，灵材消耗高，而且很多关键的炼制技术都失传了。既然如此，我希望能前往兵甲坊助力，解决这些难题。我这就向执事汇报，尽快为你安排。那就有劳道友了。客气了，你先在此稍后，我去就回。复同玄铁符石的法门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。天圣的炼器史将由我改写。好消息，执事已经同意了你的请求。太好了，不知我将被派往何处？具体的安排还需要等执事大人来通知你。不过你放心，一定会是最需要你的地方。多谢灰袍修士。对了，执事大人很快就会过来，你再稍等片刻。好的。总司统领全局，下设兵甲方、铸造方等。兵甲方专责甲胄，将士们手艺精湛。明白了，各方配合，保障无忧。多谢指点。今年的名册整理的如何了？已统抄完毕，就等核对了。执事大人来了。免礼，你就是这位深青袍修士？正是在下。很好，跟我来吧，我有要事与你相商。是，执事大人。每月的产量连前线需求的1/3都达不到。炼器修士们日夜赶工，却还是无济于事。复同玄铁替代灵铜的案案，正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他们也尝试过用其他材料替代灵铜，但都失败了。不是威能不够，就是炼制难度太大。我初步想到了一个灵材替代的核心炼制方向，具体的法门，我到坊再详细说明。执事大人放心，王道友有何良策？太好了，
你果然名不虚传。我随时可以出发。好，我这就安排云舟送你前往青离城。灵通材质的弊端，主要是熔点高、延展性好，但硬度不足，而且消耗量大。覆铜玄铁则是在玄铁外层复炼一层薄薄的灵铜，既保留了玄铁的硬度，又具备了灵铜的导电性和延展性。这样一来，不仅可以解决灵铜短缺的问题，还能大幅提升炼制速度，降低成本，真是一举多得。王道友，你先坐，我来传达一下尊上的法旨。是。执事大人。自有海外归乡修士身怀炼巢绝技，特命其前往青离城玉峰郡兵甲坊，协助解决玄铁符使炼制难题。臣接旨。深青袍青年，你可知青离城玉峰郡兵甲坊的情况？略知一二。听说那里以炼制镇玄铁符使为主。没错，但如今他们遇到了一个大难题，灵铜原料严重短缺。灵铜短缺，这是为何？前朝末年战乱不断，灵铜矿大多被破坏，而且运输也十分困难。那他们现在的产量如何？这位道友，请问你要乘坐哪艘云舟？我要青离城玉峰郡，这是我的通行玉牒。没错，你乘坐的是3号云舟，还有1刻钟就要起飞了，请跟我来。有劳了。
城，我来了。希望我能为天圣的炼器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两位道友辛苦了，我是从炼器总司派来的，求见房主大人。没错，道友，请稍等。希望这里的炼器修士们能接受我的新法门。房主大人有请，请跟老来。这些工坊的设备确实有些老旧，炼制方法也比较传统。看来我有很多工作要做。房主大人，深衣青年道友到了。快请进，一路辛苦了。在下 XS， 久仰大名。张房主客称，见光至诚。不必多礼。你能来我们兵甲房，真是太好了。我们可是盼星星盼月亮，终于把你盼来了。过奖了，我只是尽自己的一份力而已。道友太谦虚了。炼器总司的传讯玉牒上说，你身怀炼器绝技，定能解决我们的难题。我只是在海外学到了一些失传的炼器法门而已。唉，青衣青年，你是不知道。唉，我们现在真是太难了。请讲，到底遇到了什么难题？还能是什么难题？就是玄铁符使的产量问题呀。具体情况如何？我们兵甲房每月需要生产10只玄铁符饰，贡献2.3，这是生产不出来。是什么原因导致产量这么低？这其中必有蹊跷，我们需要找出症结所在。主要是
灵铜原料短缺，灵铜的采购成本越来越高，而且供应极不稳定。那你们没有尝试过用其他材料替代灵铜吗？怎么没有尝试过？我们试过用玄铁、金刚等材料，但炼制出来的腐蚀微能都不够。那炼制速度呢？工艺流程至关重要。炼制速度也很慢，一只纯灵玄铁服饰需要经过10几道工序，耗时整整1天才能炼制完成。此事牵涉广，每一步都需小心翼翼，容不得半点差池。果然和我预想的一样，复同玄铁符使的法门，正好可以解决这些问题。炼器修士们日夜赶工，都快累垮了，可还是满不了前线的需求。再这样下去，前线的战士都会受到影响。不必过于担忧，我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。哦，青衣青年真的有办法？是的，不过我需要先勘察一下炼器工坊，了解一下具体的炼制流程和设备情况。没问题，我这就带你去勘察工坊。多谢。青袍青年，怎么样？勘察完工坊后有什么想法？我已经有了具体的解决思路。太说了，太好了！快说说，是什么办法？我的办法是，将玄铁符使弹体的材质从灵铜改为复铜玄铁。复铜玄铁，这是什么材质？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？复铜玄铁是一种新型的复合材料，就是在玄铁符饰的外层复炼一层薄薄的灵铜。好处可多了。首先，复铜玄铁的成本非常低廉，灵铜用量只有纯灵铜的1/10。真的吗？那可太好了，这样就能解决灵铜短缺的问题了。其次，复铜玄铁的炼制速度比纯灵铜快得多，半天就能炼制一批。单听是一批，那产量岂不是能提升1倍以上？没错，而且复铜玄铁符使的威能与纯灵铜符使相近，完全可以满足前线的需求。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！你没有骗我吧？张房主放心，我怎么会骗你呢？我可以给你对比一下两者的灵材用量和损耗。你看，一只纯灵铜符饰需要消耗1斤灵铜，而一只复铜玄铁符饰
只需要消耗1两灵处，用量悬殊。天哪，这差距也太大了。而且纯灵铜符使的炼制损耗高达30%，而副铜玄铁铁符使的炼制损失耗不足1成。这么说，用副铜玄铁炼制符使，不仅能解决灵铜短缺的问题，还能大幅降低成本。正是如此。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炼制方法，能行吗？张坊主放心，我可以先炼制一批副铜玄铁符使样器，让你验证一下威能。好，那就有劳了。你需要什么灵和法阵，尽管配合。多谢张坊主。我只需要一些玄铁和灵铜，还有一个普通的炼宝炉就可以了。没问题，我这就安排人给你准备都可以了。材料与炉位皆已备妥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多谢张坊主。那我就不打扰你了，有什么需要，随时叫我。好的。终于成功了！这些副铜玄铁符使的外观和质感都非好，威能应该也不会差。氧气，炼制出来了吗？你来的正好，第一批副铜玄铁符使已经炼制完成了。哇，这符使的外观和纯灵铜符翼几乎一模一样啊，而且手感也差不多。是的。太好了，那我们什么时关相似？威能也去试射验证一下威能。随时都可以。那我们现在就去试射场。好的。好的。宽阔的试射场上，箭靶场前围着10几个米处，有一个射击铁丝网，防止符使误伤他人。王道友，这位是试射弟子，这位是查验修士。两位道友好。道友好，道友好。黑衣弟子，你准备一下，试射一下这些副铜玄铁符使。
这些符使的威能真的能和纯灵童符使相比吗？放心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好厉害！间接点穿枪剑法。哦。你过来查验一下这些符使的硬度、延展性等各项性能。是，冯大人。这复铜玄铁的硬度果然很高，比纯玄铁还要硬一些。延展性也不错，只是比纯灵铜略差一点。房主大人，快说说，结果怎么样？复铜玄铁符使的硬度、穿透力都与纯灵铜符使相当，只是延展性和润滑性略差一些。那会不会影响使用？完全不会影响使用。这些细微的差别，在实战中根本体现不来。太好了！这么说，复铜玄铁符使完全可以替代纯灵铜符仪了。是的，这完全可以。青衣清人，你真是我们兵甲坊的大恩人啊！坊主客气了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你不知道，我们之前因为灵矿资源短缺，长期面临灵铜原材料不足的绝境。我能理解。前线战事吃紧，符使供应不上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是啊，多亏了你发明的复铜玄铁符使，彻底解决了这个难题。你为王朝立下了大功啊！张房主，过奖了。我是做了自己分内的事情而已。太谦虚了。走，我们回坊主殿，我要好好庆祝一下。好的。注意控制灵火的温度，不能太高，也不能太低。王道友，辛苦了。张房主来了，不辛苦。这些修士们学的都很快。是啊，多亏了你耐心指导。现在复铜玄铁符使的产量怎么样了？第一条复铜符使，复铜玄铁炼炉长廊已经改造完成并投入使用的。太好了，那产量提升了多少？产量提升了1倍有余，灵材损耗也大幅降低了。太棒了！这样一来，我们就能满足前线的需求了。是的，不过我们还需要继续改造其他的炼炉长廊，进一步提升产量。没问题，我已经安排人开始改造了。那就好。对了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你的功劳我已如实上报，嘉奖也已交。不用谢，这都是你应得的。炼器总司的嘉奖已经下来了。哦，是什么嘉奖？你获得了3等镇国功勋嘉奖令，而且还晋升为3级炼器师。真的吗？这真是太好了！当然是真的。
同期其他归乡修士都只是普通炼器师。多谢王朝和张房主的信任和栽培。不用谢，这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。房主，其实我还有一个想法。哦，什么想法？说来听听。我认为我们兵甲方不能只满足于炼制玄铁符使，我们应该炼制更先进的重型灵弩车。重型灵弩车？是的，有了重型灵弩车，我们就能为南疆前线战士提供更强大的火力支援。书法青年，你是不知道，我们兵甲方以前确实能炼制多种制式重型灵弩车。那为什么现在不炼制了？因为前朝末年战乱不断，前朝遗留下来的法阵和炼宝炉都被洗劫一空了。张房主放心，我有新式重型灵弩车的炼制图谱。什么？你有新式重型灵弩车的炼制图谱？是的，这种重型灵弩车威力巨大，而且非常灵活，适合各种地形作战。太好了！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我可以把炼制图谱拿给你看。快拿给我看看！不如去房主店细看。我们走。哇，这图谱绘制的也太精妙了吧！张房主过奖了。这种重型灵弩车的设计真是太巧妙了。我看它的威能与蛮荒飞火连弩车相近，却比它更灵活。是的，玄火万弩车不仅威力巨大，而且机动性非常好。可是，我们兵甲坊现有的器具和法……房主放心，凭借兵甲坊现有的炼宝炉和法阵条件，完全可以炼制。真的吗？那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炼出样车？我承诺，7日之内炼出样车。7日？这怎么可能？炼制一辆重型灵弩车至少需要1个月的时间呢。张房主放心，我有把握。只要你能给我提供足够的灵材、法阵和炼器修士支持，没问题。你需要什么，尽管开口，我一定全力满足你的要求。多谢张房主。不用谢，这可是关系到南疆前线战士的大事，我怎么能不全力支持呢？那我现在就开始准备炼制玄火万弩车。好，我这就去安排人手和灵材。等一下！粉衣女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也是刚从海外归乡，被分配到这个兵甲坊的。原来如此，真是巧啊！是啊。对了，我刚才看到你从房主殿出来，还拿着3等镇国功勋勋章。哦，这是我因为解决了玄铁符使炼制难题，王朝给我的嘉奖。哇，公子你真厉害，刚回来就立了这么大的功。姑娘过奖了，只是运气好而已。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吗？不行，你得请客庆祝一下。
好啊，没问题。今晚我请你和其他归乡修士吃斋饭。太好了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对了，粉衣女子，我有一件事想请你帮忙。什么事？只要我能做到，一定义不容辞。我准备炼制一种新式重型灵弩车，名叫玄火万弩车。玄火万弩车，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。是的，这种灵弩车需要用到机关术和流风术。我听说你在两方面造诣极深，略懂一二而已。徐道友太谦虚了，我希望你能出手相助，和我一起炼制玄火万弩车。没问题，我对这个新式重型灵弩车也很感兴趣。太好了，有你帮忙，我就更有把握了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？明天就开始。今晚我们先聚餐。好的，那我先去通知其他归乡修士。好的，晚上见。有他帮忙，玄火万弩车的炼制一定会更加顺利。徐姑娘，我们先分析一下玄火万弩车的结构。好的。玄火万弩车主要由轰击核心和副使弹4个部分组成。那哪些部分比较容易炼制，哪些部分比较难？弩架和弩筒比较容易解决，轰击核心和副使弹是核心重点。明白了，那我们分工合作吧。好的，你负责指导炼器修士铸造摄食管。各位道友，大家都听清楚了吗？听清楚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工作。大家注意，摄食管的内壁一定要打磨得非常光滑，不能任何瑕疵。还有，摄食管要设计成可单独拆卸的。明白。注意接口的契合，力道要均匀。滑动弩架的结构一定要牢固，能够承受住发射时的巨大后坐力。是，王大师。弩架安装在滑架上，通过调节转轮来调整轰击范围。明白了。操作一定要简便。知道了。飞火灵核是副使弹的核心，它决定了副使弹的威力和射程，必须要炼制成功。大家注意，飞火灵核的格构非常精密。太好了，飞火灵核炼制成功了。接下来，
我们成功了！玄火万弩车终于炼制出来了。是啊，这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。狗乖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，竟然真的在7日之内炼出了样车。是啊，这简直是个奇迹！各位道友都辛苦了，接下来我们就去试炼场测试一下玄火万弩车的威力。王道友，玄火万弩车准备好了吗？张房主，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试射。太好了，这位是兵甲坊的官封使赵大人。赵大人好。王大师好。久仰大名啊，赵大。青衣青年真是个炼器天才呀，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炼出了新式重型灵弩车。是啊，我也非常期待这玄火万弩车的威力。不过我还是有点担心，毕竟这是我们第一次炼制这种新式灵弩车。张房主放心，我对玄火万弩车的威力有信心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试射吧。试炼修士，准备装填符使弹。是。因试炼场场地限制，我们将发射角度调整一下，把射距控制在6里左右。是，王大师。所有人注意，发射！轰！天哪，这威力也太大了吧！是啊，简直是毁天灭地啊！太棒了，我们成功了！各位，这就是玄火万弩车的威力。王大师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！一辆玄火万弩车的战力，竟然堪比一支100人修士的威力。是啊，有了这种重型灵弩车，我们在南疆前线就更有优势了。青衣青年，你真是我们炼器界的骄傲啊！是啊，各位过奖了，这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。而且我们还可以后续研制多种玄铁符饰种类，进一步提升玄火万弩车的威力。青袍男人，这玄火万弩车的威力真是太惊人了。是啊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厉害的重型灵弩车。对了，王大师，这灵弩车叫什么名字？它叫玄火万弩车。玄火万弩车，好名字。那它的最远射距是多少？最远射距可达15里。可进行远距离烈焰覆盖。15里，这么远，那岂不是可以在敌军的射程之外攻击他们？是的，这就是玄火万弩车的优势之一。而且它的威力还这么大，简直是战场利器啊！是啊，有了玄火万弩车，南疆前线的战事一定会顺利很。黑衣修士，把玄火万弩车拆卸一下。是。你为什么要把灵弩车拆开啊？蓝袍官员，我这是为了展示玄火万弩车的山林袭扰作战优势。山林袭扰作战优势？是的，
玄火万弩车整重约600公斤，采用可拆分设计。那单个部件的重量是多少？单个部件的重量不超过30公斤，便于修士肩扛手提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南疆五毒寨多山，传统的城防重弩非常笨重，很难运输。而玄火万弩车就不一样了，它可以拆分后由修士们携带进山。没错，而且它还可以在深山老林里快速组装使用。这真是太实用了，完美解决了。大家看，这里是牵引木，上面预留了牵引扣，可以与兽车、骡马连接运输，进一步提高运输效率。太好了，这样在平坦的道路上就可以用兽车运输了。是的，玄火万弩车从根本上区别于传统笨重的城防重弩。它不仅威力大，而且机动性非常好，适合各种地形作战。王大师，你考虑的真是太周全了。玄火万弩车的点火方式也非常灵活。哦，有哪些点火方式？除了常规的弩架激发，还可以用灵晶直接嵌入法阵激发。那如果没有灵晶怎么办？没有灵晶的时候，可以开启尾端的引信，以明火点燃。这么简单，就像点爆竹一样。是的，操作非常简便。这样，即使是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修士，也能使用玄火万弩车。王道友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，设计出了这么完美的重型灵弩车。是啊，王大师，你为天圣王朝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呐！各位过奖了，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而已。接下来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批量炼制玄火万弩车，支援南疆前线了。好，我这就上报炼器总司，申请批量炼制玄火万弩车。总司大人，我们成功炼制出了新式重型灵弩车，该弩车威力巨大，恳请总司批准，立即开启玄火万弩车的批量炼。希望总司能尽快批准，前线的将士们等不起啊！玄火万弩车的研制成功，现批准拟坊立即开启批量炼制，所需资源全力调配。太好了，总司果然批准了，我这就去告诉王道友。好消息啊！怎么了？这么着吗？总司批准了，批准我们批量炼制玄火万弩车了。总司还说会全力调配我们所需的一切资源。太好了，我们终于可以开始批量炼制了。是啊，前线的将士们终于能用上好法器了。各位道友，大家都听到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全力炼制玄火万弩车。我会亲自调试炼器法阵，培训大家掌握炼制技巧。是，我们一定全力以赴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改造炼炉长廊，为批量炼制做准备。
大师，第一条炼炉长廊终于投入使用了。是啊，这几天大家都辛苦了。多亏了你亲自指导，改造工作才能这么顺利完成。这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。现在的产量怎么样？一天能生产多少辆？目前一天能生产5辆。随着大家熟练程度的提高，产量还会提升。太好了，这样用不了多久就能生产出足够的弩车了。我们还要继续改造其他的炼炉长廊，进一步扩大产能。没问题，我已经安排人开始准备了。这玄铁制式灵弩的设计真是太精妙了，威力大，操控简单，灵材损耗低，完美契合天圣现状。黑袍青年，好消息，弟兄！太好了，这么快就炼制好了？是啊，大家都干劲十足，日夜赶工。太棒了！那什么时候可以送往前线？我已经安排好了，明天一早就出发。好，一定要确保运输安全。尽快送到前线修士手中。放心吧，我会安排专人护送的。辛苦你了，张房主。不辛苦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第一批玄火万弩车终于要送往前线了，希望他们能发挥作用，帮助王朝早日平定南疆之乱。这五毒寨的地形也太复杂了，到处都是深山老林。重型城防弩根本运不进去。普通破甲轰天雷威力又有限。大人，大人，好消息！天大的好消息啊！什么好消息？看你这么高兴。大人，新式战用法器已经抵达前线了。什么新式战用法器？是玄火万弩车。玄火万弩车。青离城御风郡兵甲坊刚研制出来的，消息确凿。玄火万弩车，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？这是一种新式重型灵弩车，威力非大，非常巨大。重型灵弩车，在这深山老林里，它能运得进来吗？大人。这你就不用担心了，玄火万弩车采用可拆分设计，单个部件重量不超过30公斤，修士可以肩扛手提进山。哦，还有这种设计，那它的威力怎么样？据说一辆玄火万弩车的战力堪比一支100人修士军阵。真的有这么厉害？千真万确！这是炼器总司亲自发来的传讯。太好了！如果真是这样，那我们的难题就解决了。是啊，大人，有了玄火万弩车，我们一定能早日平定五毒寨之乱。走。
我们去看看这玄火万弩车到底是什么样子。没想到这玄火万弩车真的这么轻便，拆分后确实容易运输。是啊，大人，我刚才亲自试了试，一个部件我一个人就能扛起来。不过，它在复杂地形的实用性到底怎么样，还得实战检验。大人放心，我已经了解过了，它就是专为山林作战设计的。那就先让烈焰营头物使用，试一试它的效果。是，大人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大家加快速度，我们要在天黑之前插入敌军后方。统领放心，这点山路难不倒我们。是啊，这玄火万弩车的部件真轻，背着一点都不累。那是当然，这可是那位道友专门为我们设计的。等我们组装好玄火万弩车，一定要给对面一个惊喜。没错，这次我们要端掉他们。大家小声点儿，不要被敌军发现了。好了，玄火万弩车组装完毕，大家调整好角度，准备装填腐蚀弹。所有人注意，听我口令，发射！太好了，我们成功了！太棒了！玄火万弩车的威力真是太惊人了，我们做到了，真是不可思议。是啊，没想到这么轻松就摧毁了敌军的阵地，这都是玄火万弩车的功劳啊！王道友真是太厉害了。好了，任务完成，我们赶紧撤离，不要被敌军的援军包围了。大人，我们圆满完成任务了。哦，快说说战斗情况怎么样？我们用10辆玄火万弩车摧毁了敌军的烈焰营阵地，同时还摧毁了他们的后勤物资囤积点，大获全胜！什么？这么轻松就摧毁了敌军的烈焰营阵地？是的，大人，玄火万弩车的威力实在是太惊人了，敌军根本来不及反应，阵地就被我们摧毁了。太好了，玄火万弩车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，太棒了！这玄火万弩车真是战场利器啊！是啊，大人，有了它，我们的远程打击能力大幅提升了。看来平定五毒寨之乱指可待了。好，我要立即上报尊上，为玄火万弩车的研制者请功，同时请更多的玄火万弩车支援。是，大人。
申青袍青叶，好消息！天大的好消息啊！什么事这么高兴？南疆前线传来捷报，玄火万弩车实战大获全胜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！我就知道玄火万弩车一定能行。是啊，郑知明大人发来了感谢玉牒，对你赞不绝口。这都是将士们作战英勇，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。青袍青年，你太谦虚了，没有你就没有玄火万弩车。而且，因为玄火万弩车的优异表现，你引起了总司长老的注意。哦，总司长老注意到我了。没错，林彦东大人和沈敬之大人决定亲自召见你。他们可是炼器总司的长老啊！是啊，他们对你非常赏识，想要亲自见见你。我什么时候可以去见他们？他们让你明天一早就去炼器总司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我准备一下，明天一早就出发。好，我这就去安排云州。玄火万弩车实战成功，这只是一个开始，我还要研制出更多更好的战用法器，为王朝的强大共享力量。陈生补充一句，轻轻点。王道友，快请坐。你可是我们炼器界的后起之秀啊！王道友不必谦虚，你刚到青离城就连立大功，真是年轻有为啊！是啊，富同玄铁符使解决了灵铜短缺的难题。玄火万弩车更是在南疆战场上大放异彩，前线统帅专门发来了感谢玉牒，对你称赞有加。都是晚辈应该做的。研制战用法器，助力王朝强大，是每个炼器师的心愿。说得好，军事力量是王朝发展的根本保障。没错，只有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，才能保卫王朝的安宁。两位大人所言极是，晚辈一定会继续努力，研制出更多更好的战用法器。好，有你这句话，我们就放心了。今日叫你来，还有一件事要宣布。经总司研究决定，晋升你为1级炼器师。什么？晋升我为1级炼器师？没错，这是你应得的奖励。多谢两位大人，多谢总司的信任。不用谢，这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。对了，你后续还有什么战用法器的研制想法吗？诸位大人，关于玄铁制式灵弩的计划，我已深思熟虑。研制玄铁制式灵弩，目标只有个：全军统一制式。制式烈风弩。青年，你说你要研制制式烈风弩？是的，大人。如今天圣出力，炼器一道根基薄弱，军队没有统一的制式战用法器，形制杂乱，影响战斗力。你说的没错，
这也是我们一直头疼的问题。上面长老对制式战用法器有威力大、耐用2大核心要求。你有把握研制出符合要求的制式烈风弩吗？回禀大人，晚辈有完整的玄铁制式灵弩炼制图谱。哦，你有炼制图谱？快拿给我们看看。两位大人请看，这就是玄铁制式灵弩的炼制图谱。这图谱绘制的真是太精妙了。是啊，结构设计非常合理，看起来就很耐用。这种弩仿制蛮荒烈风弩，但是在很多方面都有了改良。它的威能更优，操控更简单，灵材损耗也更低。蛮荒烈风弩，我曾经在北荒凛冬部族见识过。我也见过，那弩的威力确实很大，可惜我们没有炼制法门。是啊，北荒一直对我们封锁这项技术。你这玄铁制式灵弩的威能，真的能超过蛮荒烈风弩吗？千真万确，两位大人，晚辈可以保证。可是以当前天圣的炼器条件，能炼制出这种战弩吗？回禀大人，凭借现有条件完全可以炼制。如果产量足够，它可以直接成为全军制式烈风弩，量产后的制式化。太好了！如果真能成功，那将是天圣军功的一大进步。是啊，这样我们的军队就能拥有统一的制式战用法器了。我现在就拍板，任命你为新式战弩总炼制师，全权负责新式战弩的设计。多谢大人信任，晚辈一定不负众望。你需要什么资源，尽管找总司管事。如果他解决不了，你可以直接上报总司，我们将调集青离城所有资源配合你。没错，你就放手去干吧。制式烈风弩对刚建立的天圣王朝意义重大。两位大人放心，晚辈一定会尽快炼出样弩。好，我们相信你，期待你的好消息。沈兄，你觉得这位青袍青年能成功吗？我相信他能。他是个难得的炼器天才。是啊，有他在，天圣的炼器事业一定会蒸蒸日上。王道友，你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回禀大人，晚辈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炼制样弩？晚辈打算今天就开始，争取今年年末炼出样弩。什么？今年年末？这怎么可能？炼制一把样至少需要半年时间呢。是啊，而且这还是新式战弩，难度更大。两位大人，晚辈知道难度很大，但时间不等人呢。
晚辈担忧北境两界山的战事，恐怕不久后就会爆发。北境两界山，那里不是一直很平静吗？实则暗流涌动，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。原来如此，不过半年时间也足够了，不用这么着急。大人，早一天练出样弩，军队就能早一天装备，这样我们才能在未来占据主动。好吧，既然你这么坚持，我们也不劝你了。多谢两位大人关心，晚辈会注意的。好，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了。有什么需要，随时联系我们。是，两位大人。青衣青年，这些护卫是专门派来保护你的。多谢大人，太麻烦你们了。不麻烦，你的安全非常重要。回到兵甲房后，如果有什么困难，一定要告诉我们。我知道了，沈大人。大师，请上车，我们现在就出发。好的，两位大人，告辞。你回来了。我回来了。总司的大人都跟我说了，让我全力配合你研制新式战弩。多谢张房主，那就麻烦你帮我准备一些材料和工具。没问题，你需要什么尽管开口。我需要一些上等的玄铁、灵铜，还有一些精密的刻刀。好的，我这就去安排。粉衣女子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刚来一会儿，看你在忙，就没有打扰你。让你久等了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，你也该休息一下了。等我把这个部件打磨完就休息。好吧，不过你也不要太劳累了，身体要紧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关心，徐导游。不用谢，我给你带了一些吃的，你先吃点东西吧。多谢你，你真是太贴心了。快吃吧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好。
你看，我把什么带来了？哦，是什么东西？是激发机关组件，我已经按图纸造好了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快拿给我看看。太棒了，你真是太厉害了。你过奖了。不过这个组件呢，请他。怎么会呢？你做得非常好。解决了激发机关组件，就只剩下灵能导气法阵了。灵能导气法阵很难炼制吗？有一定难度，但我有把握解决。那就好。需要我帮忙吗？不用了，这个我自己来就可以了。你帮我指导一下其他修士，让他们加快进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太好了，灵能导气法阵终于刻绘完成了。黑衣男子，你成功了！是的，现在所有的部件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组装样弩了。太棒了，我们终于要成功了！大家都过来，我们一起组装样弩。这个部件应该装在哪里？装在这里，注意对齐卡槽。这个灵纹需要连接吗？需要，用灵线把它们连接起来。你看，样弩马上就要组装完成了。是啊，终于要成功了。是的，是的，现在所有的部件都已经准备好了。黑衣男子，这都是你的功劳，是你带领我们完成了这个不可能的任务。好了，大家先休息一下，我来介绍一下样弩的性能。这把玄铁制式灵弩采用3寸浮石口径，空重约7斤6两，威能远超蛮荒烈风弩。它的近战连射压制效果极佳。哇，这么厉害！那它的射距和射速怎么样？有效射距可达200步，射速可达每分钟10发以上。太棒了，这真是一把完美的战弩。好了，现在我要通知炼器总司，告诉他们样弩已经炼成了。
王道友，我们来了。样弩在哪里？两位大人，你们来了。样弩在这里。你真是太厉害了，这么快就练出了样弩。是啊，我们都等不及要看它的威力了。各位大人放心，一会儿我就亲自试射给大家看。什么？你要亲自试射？是的，我对这把弩的性能非常了解。可是这太危险了，还是让专业的试射修士来操控吧。林大人放心，不会有危险的，我有把握。既然青衣修士这么坚持，那就让他试射吧。好吧，那你一定要小心。多谢两位大人关心，我会小心的。各位大人，看好了。太棒了，这威力果然远超蛮荒烈风弩。是啊，而且射速也非常快，连射效果极佳。你真是太厉害了！这把弩真是太完美了。你成功了！多谢各位夸奖，不过这还不是它的全部优点。还有什么优点？王道友，小心把弩弄坏了！各位大人看好了。进了水还能正常使用，太不可思议了！一般的弩具进水后都会失灵啊。没错，一般的弩具进水后需要晾干，否则容易失灵。但这把弩经过特殊设计，可以适应进水环境。太厉害了！这样在雨天作战也不用担心了。是啊，这对前线的将士们来说太重要了。这还不算什么，它还能适应沙尘环境。王道友，不要啊！这样会把弩弄坏的。是啊，沙子进入机关里，弩就会卡屎的。各位大人再看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在设计的时候特意扩大了机关的间隙，而且把部件表面打磨得非常光滑，减少了摩擦，这样沙子就不容易卡在机关里了。原来如此，你考虑的真是太周全了。是啊，这把弩可以适应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。
这把弩真是太完美了。是啊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优秀的弩具。你能给我们讲讲它适应恶劣环境的原理吗？我在设计的时候特意扩大了机关的间隙，而且把部件表面打磨得非常光滑，减少了摩擦，这样沙子就不容易卡在机关里了。原来如此，难怪它能在进水环境下正常发射。你真是太厉害了，连这些细节都考虑到了。战场环境复杂多变，我们必须考虑到各种可能的情况。说得好，你真是一个优秀的炼器师。我决定立即将这把弩的全部情况上报圣都，请尊上定夺。我相信尊上一定会批准的。你把这把弩的各项测算结果和威能详细汇报一下。这把弩空重7斤6两，带近战刃，全长3尺3寸，连射频率每分钟10发以上，射速快，精度高。它的核心优点是适应恶劣环境，操控简单，耐用性强。很好，这些数据非常详细。有了这些数据，尊上一定会更了解这把弩的优势。对了，这把弩还没有名字吧？是的，还没有正式定名。那你给它起个名字吧。我提议暂定名元丰弩，官方名字待圣都尊上决定。元丰弩，好名字，就叫元丰弩。没错，这个名字很贴切。元丰弩真是个好名字。多谢各位认可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返回炼器总司，准备带着样弩、符矢及完整圣都汇报。好的，两位大人，祝你们一路顺风。黑衣青年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！你设计制造出了如此优秀的战弩，我真的很敬佩你。谢谢你，这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。元丰弩，希望你能早日成为全军制式烈风弩，为王朝的强大贡。王道友，林大人和沈大人已经出发去圣都了。我知道了，希望他们能顺利说服尊上。放心吧，元丰弩这么优秀，尊上一定会批准的。你应该好好休息一下了。我不能休息，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做。还有什么事情？首先，我要准备元丰弩的批量炼制工作。一旦圣都批准，我们就要立即开始生产。那需要做哪？需要搭建制式炼炉长廊，培训炼器修士掌握炼制技巧。好的，我会帮你一起准备的。多谢你，道友。除了批炼制元丰弩，什么计划？我要研发临时追踪锁定术。临时追踪锁定术，那是什么？这是用可以让法器自动追踪目标的术法。自动追踪目标。临时追踪锁定术可以用于对抗域外魔寇的魔禽非洲。可是这种术法的研发难度一定很大吧？难度确实很大，但我们不能因为难度大就不去做。
你说的对，那需要我帮忙吗？当然需要。我愿意全力帮忙。多谢你，有你帮忙，我就更有信心了。天圣2年年初，申发男子与紫衣女子组建了灵石追踪锁定术炼制小组。各位道友，欢迎加入炼制小组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将共同研发灵石追踪锁定术。大师，能加入你的炼制小组，我们感到非常荣幸。是啊，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，协助你完成研发。0点感应追踪术，先感应目标的0点，然后传输灵能信号，最后锁定目标并引导法器攻击。听起来原理并不复杂，但实现起来一定很难。没错，虽然有完整的术法，但需要配套的法器支持。我们的任务就是研制出配套的法器，让这项术法能够实际应用。我们明白了，我们一定会努力的。是啊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我们都不会放弃。好，有大家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现在我们开始分工合作，你负责灵能传输部分的研究。好的，没问题。你们2个负责0点感应部分的研究。是，王大师。我负责目标锁定部分和配套法器的研制。清楚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工作。大家注意，炼炉的温度一定要控制好。元风弩的部件对温度的要求非常高。是，王大师，我们记住了。还有，铸模的精度一定要高，不能有任何偏差。我们一定会严格按照要求制作。大事不好，出大事了！怎么了？这么着急？阵法快撑不住了。炼器总司林彦东大人有紧急传讯找你。啊？紧急传讯？我也不知道。林大人让你立刻去传讯室接传讯。好的，我这就去。王大师，胡须官员和灰袍官员已在门口等候多时。大师，你可算来了。2位大人，晚辈来迟，还望恕罪。王大师客气了，快随我们进去，有天大的好消息告诉你。突然改称我为王大师，看来元风弩的事情有了结果。圣都刚刚传来加急传讯，尊上亲自尊上被元风弩的威能彻底折服，龙颜大悦。那尊上的意思是，元风弩正式定为天圣王朝全军制式烈风弩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！多谢2位大人在尊上面前鼎力举荐，这都是你的功劳，我们只是顺水。尊上下令，元风弩优先列装一线精锐部队。请2位大人放心，晚辈定不负众望。不过批量炼制需要北荒岭东部族的炼宝炉。北荒炼宝炉，青离城目前确实没有这种设备。别担心，我们立刻上报圣都调动。尊上对此事高度重视，问题不大。这是尊上的另一项决定。授予你镇国炼器大师称号，享受高级别待遇。真的，这从未有就他秀。你当之无愧，这是您得的荣耀。你为王朝立下的功劳，足以配得上这个称号。多谢王朝与尊上信任，晚辈定当鞠躬尽瘁，
为天圣炼器事业奉献一切。这是赵掌印使亲笔写的嘉奖信。多谢大人。赵掌印使竟如此开明。掌印使一直非常赏识你的才华和胆识。他常说，天圣需要你这样敢想敢干的年轻人。既然如此，晚辈有一个重要提议。我提议新建一座全天圣最顶尖的新式炼器坊。新建新式炼器坊，这可不是小事啊！是啊，此事牵扯甚广，难度极大。兵甲方积弊已久，工料偷减，监造敷衍，如此下去，军备堪忧，器具老旧，炼制方法陈旧，新器具无处安放。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产能的提升。可新建炼器坊需要海量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。如今王朝出力，国库并不充裕。有困难，我们就一个一个解决。只需镇国炼器总司给予全力支持。你是不是想当房主？晚辈资历尚浅，但愿意尝试。为了天圣的军工事业，我愿意承担这份责任。你的能力完全胜任，我们都非常认可。好，我们会亲自面呈赵掌印使，全力推进此事。你等我们的好消息。多谢两位大人，晚辈静候佳音。新建炼器坊是天圣军工发展的必经之路。赵掌印使一定会批准。我先把一切准备好，等获批就立刻开工。炼宝炉和聚灵增压核心先放一放。当前最重要的是攻克灵石锁敌术。灵火温度控制得很好，继续保持。是，王大士，我们严格按照您的标准操作。这里的精度必须控制在3丝之内，任何偏差都会导致法阵失衡。仔细核对每一个铸模和部件接口。元丰弩终于开始批量炼制了，这是一个好的开始。很快，前线的将士们就能用上元丰弩了。你来了，灵石锁敌术有了重大突破。太好了，快说说进展怎么样？灵点感应模块已经调试成功了，可以准确感应到3里内的灵能目标。太棒了，那我们可以开始研制灵石追踪玄火矢了。好啊，我可以借鉴。没错，这样可以少走很多弯路。
同步操作，此处需修正。全员加速关宽。你看这个灵纹刻绘的怎么样？非常好，灵能激发结构调试好了，很好。我们现在组装第一枚样式。太好了，我们成功了！太棒了，终于研制成功了！大家都辛苦了，这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，是天圣的骄傲。不好了，林大人有紧急传讯。紧急传讯？什么事？我也不清楚。林大人让你立刻去传讯室。晚辈请问有何吩咐？赵掌印使要亲自召见你。赵掌印使要见我，是为了新建炼器房的事吗？应该是。你即刻赶赴圣都，不得言密。是，林大人。晚辈马上出发。什么事这么高兴？赵掌印使要亲自见我，应该是为了新建炼器房的事。太好了，这下新建炼器房有希望了。是啊，我这就回去收拾行李，立刻出发。你要去圣都？掌印使要亲自见我，那你准备带什么东西去？我要带上刚研制成功的灵石追踪玄火石。带他去干什么？这是给赵掌印使的惊喜，也是我们新建炼器房的重要筹码。好主意，我帮你一起收拾法器。多谢你，道友。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，保护好法器。放心吧，我会的。等我的好消息。希望这次能说服赵掌印使，批准新建炼器房。这位道友，晚辈求见赵掌印使。您就是王大师。赵掌印使已经吩咐过了，您直接进去即可。请随我来，赵掌印使正在议事厅等您。王大使，里面请。赵掌印使就在里面。多谢道友。晚辈张青山，拜见阁主。免礼免礼，快请坐。英雄出少年呐，真是名不虚传。掌印使过奖了，晚辈愧不敢当。你的功绩我们都看在眼里，复同玄铁符使、玄火万弩车、元风弩，每一件都是。多谢掌印使夸奖，这都是晚辈应该做的。
我有意组建一座新的炼器坊，但还在犹豫。听说你带来了新研制的法器？是的，掌印使，晚辈带来了最新研制的灵石追踪玄火矢。哦，快拿出来给我看看。这外形有点像北荒的烈火剑呢。掌印使好眼力，外形。我上月出访北荒时，见过北荒烈火剑，那是北荒刚烈装的镇军法器，威力极大，空有拒绝上。掌印使，我的新玄火矢核心术法更先进，比北荒烈火剑还先进。不是我不信你，只是北荒的炼器术确实很强。掌印使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我们可以去试炼场测试一下它的威力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的玄火矢有多厉害。大人，禁军大统领求见。让他进来吧，正好一起去看测试。是，掌印使。末将见过掌印使，免礼。这位是王大师，他研制了新的战法器，我们一起去试炼场看看它的威力。新的战用法器，王大师久仰大名，今日终于得见。李统领客气了，晚辈愧不敢当。见过赵掌印使，礼托。礼，打开试炼场大门。是，掌印使。你的新法器是什么类型呢？灵石追踪玄火矢，主要用于防空。防空，太好了！我们正缺先进的防空法器，魔琴非洲太烦人了。先别高兴太早，看看测试结果再说，别抱太大期望。两位大人放心，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。王大师，开始吧，让我们看看它的威力。好的，大人。两位大人看好了。哇，好厉害的威力！威力确实不输北荒烈火箭。掌印使，这还不是它的核心亮点。哦，它还有什么过人之处？它搭载了灵石0点追踪术法，能击空。击空？副使弹还能追着非洲打？没错，我们可以现场测试一下追踪能力。好，那就测试一下追踪能力。可是我们没有专业的飞靶啊。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制作简易飞靶，用木质飞晕模型，由修士地面操控即可。
好主意，我这就安排人去准备。去。王大使，飞晕已经准备就绪，可以开始了。好的，多谢。两位大人看好了。天哪，他竟然真的能追踪目标！太不一样了！这就是肩扛式0点追踪玄火矢，它是3届首款具备追踪能力的便携式灵矢。今日演练，各位如何看？阵型严整，但配合上有不足。太厉害了！这灵矢比北荒烈火箭厉害100倍啊！是啊，我此生从未见过能追踪目标的副使弹。两位大人过奖了，它搭载了灵矢0点追踪术法，能主动感应并追踪灵能目。太神奇了！有了它，我们就有了防空能力。天圣如今没有完整的空防体系，魔禽非洲经常袭扰边境，我们却无可奈何。这灵矢可用于低空防护，是护国神器啊！你说的对，它能有效应对低空射高限制，仅能防御低空目标。未来我一定会研制出高空防护灵矢。好，有志气，我们相信你。而且它无需复杂的辅助器具，灵活轻便，射手发射后即可准备下一枚，非常实用。视角大，操作简单，普通修士稍加训练便能熟练使用，十分契合当前天圣的实际情况。这灵矢叫什么名字？我将它命名为鸣笛灵矢。鸣笛灵矢，好名字，响亮又贴切，一听就知道是厉害的法器。没错，这个名字太适合他了。你为天圣立了大功啊！我一定会奏请尊上。多谢掌印使，能为王朝效力是我的荣幸。鸣笛灵矢能批量炼制吗？我们需要大量装备军队，保卫边境。掌印使，当前兵甲房的条件难以实现量产。今晚我就与各位长老共议定夺，你在圣都等候结果。问题的关键在于淬火的温度，如果无法精确控制，器物便会脆弱易碎。必须新建新式炼器坊，改良全套器具，才能满足大规模量产的需求。你是想用鸣灵矢推动新建炼器坊？是的，掌印使。天圣军工需要一场彻底的革新，只有拥有顶尖的炼器基地。掌印使，末将为新建炼器坊完全可行。鸣笛灵矢是护国神器，必须大量装备。为了前线的将士们，为了天圣的百姓。说的有道理，我也明白它的重要性。我会认真考虑新建炼器坊事宜。今晚我就与各位长老共议定夺，你在圣都等候结果吧。晚辈静候佳音。你真是天圣的栋梁之才啊！过奖了，我只是做了分内之事。我最佩服你这样有真才实学的人。来，我们喝酒，今天不醉不归。
好，能与统领喝酒是我的荣幸。直取咽喉之地。将军高见，但若配合水陆奇袭，更能事半功倍。妙计。我有一个提议，请讲，只要我能做到，一义不容辞。想与你结为异姓兄弟。李统领说笑了，我怎敢高攀？我是认真的，句句真心，绝无戏言。我欣赏你的才华和人品，想与你结为兄弟。既然李统领如此看得起我，我愿意。太好了，我今年35岁，为兄。小弟今年28岁，见过大哥。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不得同月同日死，共同为天圣效力。我就是亲兄弟了，以后有任何困难，尽管找大哥。多谢大哥，小弟以后就仰仗大哥了。昨晚喝的太多了，头好疼。不过能与大哥结为兄弟，真是太开心了。贤弟，你醒了，头还疼吗？大哥，让你见笑了，确实还有点疼。我给你带了醒酒汤和早点，快趁热吃。多谢大哥，你真是太贴心了。贤弟，昨天我们结为兄弟，是真心实意的。大哥放心，小弟也是真心的。好，以后我们兄弟同心，为王朝效力。好，兄弟同心，其利断金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张医师，是不是新建炼气房的事批准了？尊上已经批准新建新式炼气坊，将它作为天圣首个自主打造的核心炼气基地。太好了，多谢长医师，多谢各位长老。这是你应得的。不过，还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。坏消息？什么坏消息？国库空虚，实乃朝廷一大难题。没有多余的资金筹建炼气坊。什么？获批了却没有资金？没错。人才和器具由王朝全力解决，但启动资金需要你自行谋集，方式不限。果然如此，早有准备。那能否以奇珍法器护市？筹措营建资费，私自贩售、占用法器，乃是重罪。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需为边境大战做准备。天圣自身占用法器尚且不足，如何对外出售？汤玄魔庭。
此崛起路径，我亦有所耳闻，但有2个核心问题难以解决，请掌印使大人明示。其一，南巡合适的通商部族，不能卖给敌对势力。北荒看不上天圣的战用法器，无合适法器可售。这2个问题，我已有解决之法。哦，说来听听。天圣如今有4款自行参悟炼制的法器。你是说元风弩、玄火万弩车、鸣笛灵矢和覆铜玄铁符矢？正是，我已选定西域白羊部族为通商对象。白羊部族，他们的使团此刻正在圣都。2国素来交好，且白羊部族急需精良战器，为何如此肯定他们有需求？白羊部族与耀日王朝交战惨败，急需反击之力。耀日王朝常年袭扰我朝边境，纣武给白羊部族，可牵制耀日王朝，一举两得。你打算出售哪款战用法器？元风弩，其威能类似北荒蛮荒烈风弩，且更优。你要出售全军制式灵弩？北荒刚烈装蛮荒烈风弩尚未对外出售，元风弩成本低，威能超绝，可抢先占据市场。将为全军普及的制式灵弩对外互通，太过冒险。冒险才有回报，这是天圣军功崛起的契机。必须说服他，这是唯一的机会。出售元风弩，不仅是为了灵晶收益。你想借此扩大天圣在西域的影响？正是，法器护市是最好的外交手段。你考虑的很周全。为了天圣的未来，这点风险值得承担。就这么定了。多谢大人。若尊上批准，你需全程参与谈判。定不辱使命。此事需严格保密，不得泄露半点风声。明白，我即刻回去准备相关资料。此子年纪轻轻，却有如此格局和胆识。天圣的未来，尊上批准了对白羊部族的法器护市，但有2个条件，你需牢记。请大人吩咐。其一，优先供给天圣修士军伍；其2，后续依盟书约定逐次交付。是。使团正在圣都驿馆休息，我提议安排他们参观圣都禁军。你可知罪？元风弩的威力定能震慑四方，展示我军军威。准了。是。禁军由那位统领负责，我让他配合你。多谢大人。明日一早，你随我一同前往驿馆。是，我明日准时到总司集合。
天圣部队的操练纪律真是令人夸叹。多谢这夸奖，这只是日常操练而已。准备！好弩，好弩啊！这弩的威力太惊人了。目的达到了，他们果然被吸引了。这弩的威力竟如此之大，这是我朝最新研制的元风弩，比北荒的蛮荒烈风弩如何？元风弩的威能远超蛮荒烈风弩，此话当真？使者可以亲自试射，感受一下它的威力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明白了。好，真是好弩。叛逃！太厉害了！此物可对外出售？看在两国交好的情分上，可考虑。真的吗？我们到议事厅详谈吧。第一步已经成功，接下来就是谈判了。赵大人，不知元风弩售价几摩？此事由王志成大师负责谈判，他更了解战弩。幸会。年纪轻轻，竟能研制出如此厉害的战弩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不妨换个方式继续。哦，还有什么优势？这是何意？到底要什么？开个价！耐心点儿。进水之后，依旧可以直接使用。有了此弩，我白羊部族定能战胜耀日王朝。他已经彻底被元风弩征服了。元风弩，我一定要买下元风弩。哦，那你想买多少只？我先开个价，190灵晶一只，如何？这个价格低于我的预期。那王大师想要多少？不过看在两国交情上，我同意。太好了，5万只！可以，但有一个条件。请讲，只要我能做到，绝先行支付定金，半年后交付。半年时间会不会太长了？元风弩炼制复杂，需要时间。不过，我们可以遣炼器修士前往部族指点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这笔交易，天圣赚大了。白羊部族的900万灵晶定金已全部到账，
好了，新建炼器房的资金终于有着落了。贤弟果然厉害，这么快就解决了大难题，此番功劳上报朝廷，为你请功。不过是尽力而为，不必谦虚，你的能力有目共睹。经总司研究决定，正式任命你为天圣镇国炼器房房主。多谢掌印使信任，晚辈定不负所托。财、器具、土地已全部协调到位。禁军已抽调300精锐，负责炼器房安保。多谢大哥，有禁军护卫我就放心了。记住，记住，炼器的最终目的是守候和平，而不制造战争。晚辈谨记教诲，必以护国护民为己任。我已备好云舟，明日便可送你返回青黎城。好。房主大人，各项奠基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。炼器室已组建完成，随可以开始炼器。分司将全力配合，提供一切所需资源。我们期待着天圣第一座顶尖炼器房诞生。各位道友，从富同玄铁符使到鸣笛灵使，我们一路走来，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，炼器是为了守护。说得对。未来，我们将研制更多先进的法器，让天圣的边境永无战乱，让百姓安居乐业。现在，我宣布，天圣镇国炼器坊正式奠基。守候这片土地的和平与安宁。